若雨，爸先回去，你留在这里。龙拓走向自己的车子，在车子前停了下来，扭头对紧跟着他的女儿说道。龙若雨明白父亲的意思，他有点犹豫的道：爸，姓叶的正眼都不想瞧我留下来并不会有任何的进展，能接近他的女性只有初九这个男人婆。虽说我脸皮足够厚，但是一再的失败，一再的被他无视了，我还是会觉得丢脸的。龙若雨也要脸，也要尊严的，要不是爷爷和父亲都要他去接近叶龙庭，想办法拿下叶龙庭，他真的不想出现在叶龙庭的面前。他也没有多少机会出现在叶龙庭面前。叶龙庭鲜少会出席这样的宴会活动，偶尔露一次脸，待的时间并不长，而且身边保镖如云，真的不好接近。若好接近的话，叶龙庭的真面目早就被大家扒清楚了，就是他身边的保镖厉害，寸步不离的，不好接近才导致他来了 H 市那么多年了，还没有人看过他的真面目，不知道他长得俊美还是丑陋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还年轻，并不老。黑色口罩还会露出他脸部些许的皮肤，通过那露出来的些许皮肤可以确定他并不老。失败无数次也要继续，只有时刻盯着他，才有机会找到他的破绽。我就不信他真的不近女色。龙若雨说道，他不是不近女色，而是他身边有个女人了。那个初九跟在他身边那么多年，长得也不算差，虽说身材算不得很性感，却是实打实的女人，说不定两个人早就睡在一起了。要不叶龙庭怎么那样护着初九？我看他们俩就不仅仅是雇主和保镖那么简单。叶龙庭身边的那些保镖也不知道哪里请来的，他们打听过很多保镖公司，叶龙庭的保镖都不是那些保镖公司的人，那些保镖的家是背景清一色的孤儿，身后都没有了亲人的，怪不得他们对叶龙庭忠心耿耿，不论别人出多少钱都无法将他们从叶龙庭身边撬走。叶龙庭对保镖听说很好，视若兄弟。对于孤儿来说，从小受尽白眼，得不到家人的关怀，叶龙庭视他们如兄弟一般，正好弥补了他们缺的关爱，不就对叶龙庭忠心耿耿。龙若雨也和那些保镖交过手，他能打赢叶龙庭身边的一个保镖，两个保镖的话，他就是输的那一个，而且就算他能打赢，也会受伤，属于险胜的那种。有一次他家派出杀手去暗杀叶龙庭时，他就化了妆，一了容，跟着杀手一起去暗杀叶龙庭，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，受了伤，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才好。得亏他平时不算高调，就算住院了也没有惊动媒体。他又是住在龙氏投资的私人医院里，隐私性就更高了。龙拓看了女儿两眼，音量压低了一点，说道，那个初九瞧着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叶龙庭维护她是正常的事，但他们俩没有睡在一起。他是姓叶的贴身保镖，负责叶龙庭的安全，以命相保的。叶龙庭能不维护他吗？任何人有一个功夫了得又忠心耿耿的保镖在身边，都会维护他的，不会让外人欺负自己的贴身保镖，那样等于是打自己的脸。换成是你难道不在外人面前维护你的贴身保镖？龙若雨噎了噎后问父亲，爸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初九还是黄花大闺女？龙拓支吾了一下后说道，你别管，反正爸就能看出来，你按爸说的去做就行。爸先回去，你留在这里盯着姓叶的，我看他今晚兴致颇高，估计没那么快离开，只要他不着急离开，总有机会近他的身，扯下他的口罩就能看到他的真面目了。那个孩子长大后可能是什么样子，咱们用 AI 生成过8、9不离10的。他小时候跟他爸爸长得很像很像，就算长大了会变化，估计变化不会太大，像他爸的始终会像他爸，
说不定比小时候更像呢。龙若雨还是不太愿意，只要是他一次次的遭到叶龙庭的轻视及羞辱，他恨不得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呢。若雨，龙拓严肃地叫了一声，你想想姓叶的怎么伤你自尊的？你难道不想报复回去吗？怎么报复他？我都没有那个能力报复回去。龙若雨沮丧地道，他做梦都想报复叶龙庭，可那家伙太强大了，玩弄他的感情呀，让他爱上你。你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龙若雨撇撇嘴，觉得叶龙庭不会爱上他的，只要他一天还是龙家的千金，叶龙庭都不会爱上他，两家是死对头呢。而他无法脱离龙氏家族，他以龙氏千金为资本，一向是他的骄傲，他怎么可能脱离龙氏？就算他脱离龙氏，两家斗了那么多年，叶龙庭对他不能说不了解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上他呀？那不过是自己幻想的而已。有那个时间，他不如将视线投到其他豪门阔少身上。H 市的豪门大族又不仅仅龙氏一家，还有很多豪门的，只不过以前是以龙氏家族为尊而已。自从龙家家主被他的爷爷害了之后，爷爷成了代理家主时，他在 H 市的身份那是水涨船高。可他爸上位后，有了叶龙庭这个强劲的对手，他在本市的地位就开始下降。他再不抓紧时间为自己找一个满意的婆家，万一那个孩子带着信物回来接管了龙氏家族，他的地位会急剧下降。对方若是清算，为父母报仇，他和他的家人甚至可能会失去一切，坐牢甚至丢掉性命。为了保证自己下半生优渥的物质生活，龙若雨内心深处是想赶紧找个好婆家的，但是爷爷和父亲交给他的任务，他不完成也不行。完成的过程中，圈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他追求过叶龙庭，影响他后续嫁入豪门少奶奶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给我留2名保镖，我留下，等叶龙庭离开了，我再回去。龙若雨想着留下来也有好处，至少他有时间和其他阔少们聊聊，搞好关系。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长大，就算不熟也是认识的，聊起来容易一点。好，龙拓吩咐2名保镖留下来保护女儿，然后他上了车。很快数辆车离开，目送父亲的车子远去了。龙若雨深吸几口气，在心里给自己喊加油，才带着2名保镖回到宴会现场。他像没事人似的重新和大家闲聊，时不时就瞄向叶龙庭。叶龙庭今晚大概心情好吧，来了这么久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跟那些大老板们聊得欢快。那些大老板敬他酒，他也来者不拒。不是说他防备心很重吗？在外面应酬的时候，喝酒往往不会超过3杯，怕醉了遭人算计。他也常说喝酒误事，谁要是劝他多喝2杯，他就拿那句话来堵住对方的嘴。今晚这么反常的？龙若雨看了片刻后，便端着一杯酒走过去，但他依旧到不了叶龙庭的跟前，在距离几步远就被初九拦住。有时候龙若雨真恨不得将初九扒皮，太讨人厌了。叶总，龙若雨声音娇滴滴的。在叶龙庭看向他时，他举着酒杯，娇声说道：叶总，我敬你一杯。刚才我爸说话有点难听，让叶总不开心了，我代替我爸向叶总赔礼道歉，对不起了。叶龙庭淡冷的道：龙拓惹我不高兴，他没胆量当面跟我赔礼道歉吗？推自己的女儿出来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这龙氏家族怎么选了龙拓当代理家主？他呀，跟他爸比差远了。要我说呀，龙老先生养在外面的那几个儿女，就比龙拓好太多。龙老先生当初应该让外面的儿女回来挑重担的，龙拓也就是占了正妻嫡出而已。龙拓是有几个异母弟妹，他们虽然也姓龙，
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龙老先生的私生子女，但并没有真正回来认祖归宗，也没有在龙氏集团任职。不是他们不想，是龙拓不同意。他有几斤几两重，心知肚明。若是让外面的私生子回来，他会被比下去。万一父亲心偏了，让私生子接班，他的脸往哪搁？这是龙拓不允许发生的，他妈也不会允许。当年父亲第一次出轨，母亲就说了，他爸要在外面玩多少女人，他可以不管，但接班人必须是他生的儿女。外面的私族子女不能真正的认祖归宗，更不能进入龙氏集团上班。龙氏家族内部的事，更与那些私生子女无关。龙先生年轻的时候养了不少的情妇，安安分分搜着他的，他会让他们生个一儿半女，但他们别想转正，他每个月就给他们一大笔的生活费，也明确的说了，接班人不会是外面的孩子，只会是他妻子所生的儿女。等到龙拓真正上任，成了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之后，龙老先生慢慢就后悔了，因为长子的能力不算特别好，只能当个守城的家主，儿子也有很近，跟他比还是差远了。反而是养在外面的私生子女能力出众，但他年纪大了，况且长子已经坐上了代理家主之位，龙老先生不愿意兄弟相残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儿女身上，最终还是没有让外面的儿女回来接班。他想着他有生之年能找到那个孩子，将那个孩子弄死，拿到家主的信物后，他的孙子比儿子更狠辣一点，将家主的信物传给他的孙子，那样龙家家主之位就由他这一支传承下去了。儿子不够好，孙子够好也是可以的。所以龙老先生还是帮着龙拓坐稳了代理家主之位，也警告外面的私生子女休得打龙家家主的主意，他们自己创业，自己挣到多少家产他不管，龙氏家族必须由他和妻子所生的儿女继承。这等于又回到了嫡出一脉掌权的路线里去，只不过龙拓是他这一支的嫡出血脉。不等龙若雨说话，叶龙庭继续说道，不过龙氏家族本来就是嫡出一脉掌权，龙老先生这个代理家主也摆脱不了那种思想吗？这是讽刺对方。龙若雨的笑容僵在嘴边，这个叶龙庭说话总带着刺，扎得人难受。大家说是不是？龙庭还问了大家，众人七嘴八舌地附和龙庭。事实上，龙氏家族的确是由嫡出一脉掌权的，过去几代的家主都是嫡系一脉，也就是上一任真正的家主一家人死了个精光，只有一个小娃娃不知所踪。龙老先生找了几十年都还没有找到，不知道那个小娃娃是死是活。原来真正家主的后代，若是找不回那个小娃娃，就算是断了脉，又丢了家主的印象、信物以及家族图腾，那龙氏家族的家主之位就再也没有人能坐上去。龙拓这一支也只能当个代理家主。龙家当年的惨剧，很多人都知道内幕的，只是这是龙氏家族内部的斗争，外人不好插手，况且外人也没有证据啊。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了。大家私底下都说，龙拓父子俩都只能当个代理家主，导致龙氏家族在本市的地位下降了不说，他们为龙氏付出那么多，也不能真正得到龙氏家族，就是龙氏的精英，他们都调动不了，因为没有家主的信物，下达的命令没有家主印章，那些精英不会听从安排，父子俩也没有办法。这是龙氏家族历代家主在报复龙拓父子俩呢。老天爷若安排当年那个小娃娃回来接管龙氏家族，龙拓父子俩也只能将一切权力拱手相让，除非他们能将当年那个小娃娃也灭了口，并拿到图腾等东西，否则他们很容易为别人做嫁衣。龙若雨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他没有再向龙庭敬酒，自己一饮而尽。饮完了那杯酒，他沉声说道，的确，龙氏一族向来是嫡出一脉掌权，
而我爸是我爷奶奶亲生的，我奶奶是我爷爷唯一的妻子，我爸就是嫡出，心里却增极了龙氏家族传承了100年的规矩陋习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破规矩，他爷爷当年就不用联合别人害死家主一家人。虽说最后得偿所愿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心里始终有一根刺，总担心那个被救走的孩子回来寻仇。很多豪门大族都有那样的陋习，其实该改一改的了，贤得有能力之人接班才对。龙庭呵呵地笑了2声，没有再搭理龙若雨，而他那2声呵呵却让龙若雨脸的都红了，总觉得他的笑声很讽刺。压下了心里的怒火，龙若雨维持着他的好脾气，对龙庭说道：叶总，能否让我过去和你聊聊？龙小姐想和我聊什么？就这样也能聊？我听力很好，你只要不是蚊子叫，我都能听到。龙庭晃着酒杯，杯里的酒水随着他的晃动，划出了漂亮的弧度。我真不喜欢龙小姐靠我靠得太近，龙小姐身上的香水味，我觉得很刺鼻，太臭了。龙小姐，是不是有狐臭呀？所以要用那么多浓的香水，利用浓香水遮掩你身上的狐臭味吗？众人忍不住笑，知道这个男人喜欢针对龙家以及龙家所有人，没想到嘴巴那么毒，面对龙家的千金小姐也毫不留情。今晚龙若雨简直就是被叶总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呀。龙若雨的脸涨得通红，是被气的，但他不能冲叶龙庭发作。他说道：叶总这张嘴是真不客气啊，今晚出席宴会的女性有谁不用香水的？满屋都是香水味、烟草味，叶总怎么能单单针对我呢？叶总这是看我不顺眼吗？龙若雨说的是实话，出席宴会的女性就没有人不用香水的，只是她用的香水浓了一点而已。用香水的女人难道都有狐臭？咱们女人不过是喜欢香水而已，这也有错？叶总看来对我们女性带着歧视呀。龙庭笑，当然他的笑容龙若雨看不到。我家出酒就不用香水，我就喜欢那种天然的体香，就是不喜欢香水味。别人用香水，但并没有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熏不到我。龙小姐用那么浓的香水，还要在我面前晃，熏到我了？不是熏到我，我还懒得说呢，以为我很闲。那么喜欢多管闲事吗？他抬眸扫了龙若雨2眼，说道：龙小姐长得挺漂亮的，但我就是看龙小姐不顺眼。龙小姐也不要生气，咱们2家公司是死对头，斗鸡眼似的，整个 H 市的人都知道。我和你爸更是死对头中的死对头，你说我能看你顺眼吗？我要是看你顺眼，你在你家里怕是也过得不好吧？说不定你爸会以为你偷你们龙氏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呢。要不是你偷偷告诉我商业秘密，我怎么次次精准地掐中你们的命门？龙若雨脸都黑了。叶龙庭，他连名带姓地吼出来，你少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给你传递商业秘密了？这个臭男人想离间他父女的感情，更想让他成为大家怀疑的对象。天可见连，他都没有见过叶龙庭的真面目，没有进过叶龙庭的身，如何给叶龙庭传递商业秘密？龙庭又笑了，龙小姐反应那么大做什么？我说的是假如，又不是真的。龙小姐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背着你爸做过那样的事？你将你们龙氏的重要事情泄露哪家公司的小开了？我没有。龙若雨黑着脸否认，他从来没有泄露过龙氏集团的重要机密，他也不知道那些重要机密。他爸是很疼他，也给他一定的权利，可他爸自己的权利就有限，更不要说他了。没有就没有呗，龙小姐叫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吵死我了。龙小姐若没有什么事，走远一点吧，别靠我太近，真的太臭了。龙庭对龙若雨的嫌弃就是那么明显，让龙若雨的脸色一阵黑一阵白一阵红的。
狠狠地瞪了龙庭2眼。龙若雨气呼呼地转身走开。父亲交给他的任务，他真的很难完成。叶龙庭这个男人嘴太毒，又不会怜香惜玉，喝了那么多酒也没有醉意，人清醒得很。他压根没有机会近身扯下他的口罩，就是那些能和叶龙庭傍杯的大老板们，坐的位置也和叶龙庭有一定的距离。那个嘴毒的男人每次喝酒，只是推起一点口罩，露出他光洁的下巴，面部还是遮挡住的。龙若雨躲到角落去，但他的视线还是能看到叶龙庭。他在等叶龙庭喝醉酒。龙庭今晚兴致似乎特别好，在宴会上喝了不少的酒，还真让龙若雨等到他喝醉的那一刻。不过他身边的保镖滴酒未沾，龙庭喝醉后走路都走不稳，是初九和另外一名保镖架扶着他离场的。龙若雨在角落里目送着一行人离开，他掏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信息，告诉父亲叶龙庭今晚喝醉了，现在在回家的路上，让父亲安排杀手在龙庭回家的必经之路暗杀他。叶龙庭醉了，一旦遇到杀手，保镖们要分心保护他，就容易露出破绽被杀手攻击。就算今晚干不掉叶龙庭，能干掉初九以及那些保镖也可以啊。没有了那些保镖，就算叶龙庭身手再好，也难敌那么多的杀手。龙若雨不知道的是，上车后的龙庭歪靠在初九身上，初九推了他一下，说道：少爷，车子行驶中，他不会跟出来看，你不用再演。龙庭坐正身子，偏头看着他家初九的侧颜，真好看呀。初九，我真的醉了，醉了。初九看他对上他深如无底洞的黑眸，初九神色如常地道：少爷的酒量，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，就那几杯酒能让少爷醉了，我看少爷还清醒得很。龙庭身子再次靠过来，硬是赖靠着初九，只有他装醉时，初九才会和他坐到一块儿，怕他是真的醉了。我醉了，说醉话呢？那个龙若雨纠缠我是什么意思呀？初九冷声说道：想爬你的床，成为你的女人，好拿捏你。龙庭哦了一声，我的床岂是他能爬上来的？我也不需要女人。哦，我身边有个女人，是你，初九，你是我身边唯一的女人，除了家人以外。初九还是那副态度：少爷真喝醉了，睡会儿，到家后我给少爷煮碗醒酒汤喝了就好。初九，我要是真有了女人，那样的话，师公泉下有知，会很开心的。你要是结婚了，就早点生个孩子，要多生几个。你家就你一个了，你多生几个，重新壮大你的家族。